魏无羡似有所感，轻轻握了握两人相牵的手，抿唇笑了笑，忽而眼神一亮，仰着小脑袋，无比得意地冲蓝启仁道：“叔父，叔父，今年的学业考试，我们门甲等优异哦。”蓝启仁闻言脚步顿了顿，看着他得意洋洋求表扬的小模样，心下好笑。他一早便知魏无羡天赋极好且聪慧，就是从前总是一副吊儿郎当之态，他为此还头疼了好久。若他当真愿意认真对待，成绩优越，他倒也不意外。叔父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眼巴巴的等了半天，没等来蓝启仁的只言片语，魏无羡傻了眼。他求夸夸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他家叔父不会是没看出来吧？眼见着随着他一声落，魏无羡情绪明显低落下来。蓝启仁眉眼微弯，心道果真还是个孩子呢，哪怕几月未见，几乎要长得同他一般高，终是不忍见他耷拉着脑袋，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，含着些微笑意道：“本该如此，不过是正常发挥，你还需要人怎么夸？”魏无羡惊喜抬头，一句本该如此，正常发挥横冲直撞的就这么撞进了心窝，连带着撞得他鼻尖酸涩。是因为觉得他优秀，所以取得优秀成绩于他而言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？优秀归优秀，切不可骄傲自满。叔父你小瞧人，我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不过叔父啊，既然我在你心里都这么优秀了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奖励给我呀？魏无羡从前总觉得他和蓝启仁大抵是处不到一处去的，可也不知究竟是从哪天起，忽而就无师自通地知晓了该怎么去同人相处。蓝氏之人给他的初始印象便是古板无趣，可当真在这安了家，落了户，才发现这里俨然是他的心之所向。从此他在这世间有了一处落脚地，一颗游离于外的心也终是有了归宿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不如奖励你一本雅正集如何？蓝启仁轻抚了抚怀里的乾坤袋，他当真是给他们带了礼物的。原本在他的概念里，归家带礼物什么的是根本不存在的。然途径一小镇，偶遇归家之人带给自家孩子礼物时，孩子那欣喜欢快的神情，他便也鬼使神差的去当地细细寻摸了一番能送与家人的礼物。他话刚落，便见魏无羡拉着蓝忘机一连退了好几步，不仅冲他摆手，还疯狂摇了摇头：“叔父，不用，真不用，我刚刚都是和您开玩笑的，我都这么优秀了，优秀的人根本不需要奖励，雅正集的话，您留着。等明年聂兄再来求学时，您奖励给他就成。”蓝启仁见着他急赤白脸的反应，眸中笑意加深，正想再继续逗逗他，忽而反应过来，明年求学，聂兄聂怀桑，所以那货今年的求学是又没过。蓝忘机垂了垂眸，翻开心里的小本本，郑重其事的在其第369页上记下：明年求学，记得提醒叔父送聂怀桑雅正集，勿忘，勿忘，勿忘。蓝曦臣好笑地看着蓝忘机，拍了拍他的肩，暗道一声：“怀桑往后愿你自求多福。”远在清河的聂怀桑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拢了拢无比厚实的衣裳，又看了眼屋内摆放着的好几个燃的正旺炭盆，无比郁闷。明明屋内暖意融融，他怎么突然觉得冷？今年是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过的第一个年，又或者说是他自懂事以来真正意义上过的第一个年。从前在江氏时，只要于夫人在，莲花坞几乎每天都是争吵声不断，过年也好，过节也罢，他其实并不喜欢。他不喜欢于子渊无休无止的谩骂，不喜欢看江婉银怨对的脸，不喜欢看江丰眠偶尔含着歉疚的眸和江厌离每每难过时的欲言又止。就如蓝启仁所言，魏无羡无疑是聪慧的，正因聪慧，他什么都懂，却也要必须什么都不在乎。魏无羡向来喜爱热闹，因着清衡君等人的纵容，连带着云深不知处也跟着热闹了起来。昨日夜里下了一场雪，衬得天地间一片银白，新栽种的腊梅也似是仅在一夜之间便相继盛开，于银白中缀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。魏无羡穿着新裁剪的衣衫，同蓝忘机十指相扣，一步步踏着未化的积雪前往寒室。呼吸间哈出的热气于身前化作一团白雾，又消散在了空气中。原本已然停了的雪，随着一阵呼啸而来的风，又洋洋洒洒地飘了起来。魏无羡伸手去接，剔透的雪却在触及到手心的温度时，化作了一粒粒的小水珠。魏无羡一时玩心大起，蹲下身捧了一捧雪便往蓝忘机脸上抹。蓝忘机没防备，
冰冰凉凉的触感让他下意识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魏无羡一张盈盈笑脸，心头一软，想着时间尚早，陪他玩玩也无妨碍。蓝曦臣来寻两人时，见着雪地里奔跑打闹的身影，眸中的温柔浓烈的几乎化不开。他不出声，也不靠近，只是安静地立于一侧看着两人，双眸却渐渐起了水雾。这是他们童年丢失错过的，好在他家弟弟于少年时得以一人陪他圆满。雪球擦身而过，带动了他垂在一侧的发，目光转过去，却见蓝忘机手里刚刚成型的雪团直奔他而来。他下意识闪躲，却又恰好被魏无羡手里的雪团击了个正着。兄长，大哥注意了，我和蓝湛要开始了。接二连三的雪团直袭而来，蓝曦臣一时哭笑不得，躲无可躲之下，便也干脆予以反击。2对1，输赢已定，不知是谁先停了手。几人相视一眼，看着略显狼狈的双方，皆是失笑出声，重新整理了一番，几人才再度前往寒室。魏无羡明显还处于兴奋之中，一张嘴叭叭叭个不停。蓝忘机见或低声回应，眉眼柔和似水。祭过祖，吃过团圆饭，魏无羡便央着青衡君、蓝启仁等人一道去了彩衣镇。虽说是正大年这一天，街道却并不冷清，3、5孩童成群结队，笑闹声传出好远好远。魏无羡用手里的糖果同人换了一把烟花，一人塞了2根，挨个点燃，还非要他们也跟着他一起转圈圈。碍于他坚持，众人手中的烟花终是在燃尽前，囫囵比划了下，却不成缘。天色暗了下来，众人正准备返回云深不知处，远处的空中骤然有烟火炸裂开来，砰砰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五彩斑斓混合着再度飘洒而来的白。读了万卷书，此刻却突然想不起哪一句诗词比较应景来。青衡君在众人抬头看向天际时，目光从几人身上划过，忽而生出满心愧疚来。原来人间的烟火是这般模样，此前他却从未陪同他的弟弟，他的孩子看过。几人、曦臣、无羡、忘机，你们可想带些烟火回去晚上守岁过后放？兄长、父亲想不想？想，那便去买吧。蓝曦臣带着蓝忘机同魏无羡去了烟火铺。蓝启仁不解地看向青衡君兄长，为何？往年蓝氏过年过节是不准备烟火的，其实家规中并无禁止这一项，却不知因何从未有谁提起过，约定成俗般。这些年来，蓝氏竟是从未有人燃放过。启仁，我想陪着你们再长大一次。只这一句，蓝启仁便红了眼。他总以为他兄长这一生大抵是要闭死关，原来他还可以等到他兄长愿意放下过往，放过自己。重新向前的一天，0点的钟声准时敲响。魏无羡同蓝忘机一道点燃了身前的烟火，又相携着跑回最适合的观赏点，于一簇簇烟花绽放下，拥紧了彼此。蓝湛，我爱你；魏婴，我依然，我爱你。腊梅凋零百花开，聂怀桑在聂明珏的一声怒吼中，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坝下，缩在聂明珏怀里，看着离他越来越近的姑苏，嘴角泛起一丝苦涩来。今年若是再不过，他大哥大抵是真的会打断他的腿。一众陌生的面孔中，独独又出了一张熟面孔。蓝启仁嘴角抑制不住地抽了抽。聂怀桑，竟又是聂怀桑。怀桑啊，先生，来，这是给你的，好好看，务必倒背如流。是，不是吧？先生，你让我把雅正集倒背如流。是。